做网红这事儿，我还真的是佩服你，说做成就做成了，也难怪惠康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惠康啊，就像我的儿子，当老子的总想在退休之前把儿子送到更高的塔上，让他看更高，走更远。要不是为了这个，你说我这把年纪了，何必在这些事上苦心孤诣？也不能这么说啊。当父亲的替儿子做事情，那也是天经地义嘛。这份大礼，刘峰作为父亲来讲，受的应该是心服口服的。现在看是大礼，日后是颗炸弹也不一定。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企业家，管得好万千员工，却管不好家里这3、5个人。我要在账上减少支出。不行，陈总。不是，我说的是固定资产少计提折旧，这样利润就会好看。这个一般不太好变。那你就减少折旧摊销。折旧方法一经确认，一般不得变更。行吧。但我可以调整一下。法斯特这个月的报表，应收款是220万，终于见到回头钱了。师傅，这个不能这么算。这个月的进项里边，包年用户占了65%，也就是说，这220万里面，其中有近140万要均摊在未来1年的每个月里。云计算的运营不是很稳定，我无法保证每个月都有这个规模的收入，再加上这只是毛利，还没有抛出成本，所以利润起码今年我还不敢想。你开始算经济账了？哎，说明你还算理智。互联网是一个烧钱的行业，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苟延残喘有意义吗？你不想等死，按照这个做法，那就是等死。师傅，这不是等死，我每天都能看见无限的资源进来，我能看到新的很多的希望，每天都是希望。那你怎么证明给董事会，你烧的钱是有价值的？师傅，我能看到我眼前有无限的资源进来，而这些资源是我一分一厘自己开拓出来的。你不接我电话，也没有参加董事会，就是因为这个？不全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接手北京和华北2个大区，华东大区又是你的基本盘，这样的舞台，难道不是你梦寐以求的资源吗？以前是，现在不再是了。为什么？因为作为一名销售，命根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太糟糕了。我想要的是那种脚踏实地的感受。大篷车，大篷车，一个月220万的流水，其中65%还是均摊在整个年度收益内。师傅，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未来一定前程远大。你凭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支撑我的现在不是杰克，也不是 ONT， 是那一个又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 C 端用户。我的感觉特别踏实啊。踏实，是那种可以一觉睡到天亮的踏实。踏实这2个字对销售来说那就是废话。
你必须接受北京、华北、华东3个大区的市场，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方委会协助你工作。不，我不接受。如果非要让我向董事会证明什么的话，大篷车，大篷车是我唯一的机会。行。小刘总为什么要约我们2个一起见呢？我这人不绕弯子，跟方威已经开始谈价格了。但我向来一碗水端平，对杰科什么价格，惠康就是什么价格。那这个合同，我暂时还签不了。周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得先了解你们芯片的指标。这是我们芯片公司出具的最新质检报告，质量上没问题。这里面有部分国产芯片，但是性能方面离进口芯片还有那么一点点和距离。服务器配过行吗？配过，没问题。使用寿命短了点儿。这是事实，我承认。从道义上面来讲，国产芯片，我们是一定要支持的。但价格，价格就要跟方威谈好的，单价4600一片，具体数量不方便和骆总透露。惠康要多少？进口芯片的单价区间在2600到5600，挺是都赶上进口芯片的价格了。咱把话说清楚，是你们找我，要买我们芯片，那我自然有定价权啊。我可以根据你们订购的数量稍微降点价。小刘总，我看我得找其他渠道商了。小刘总，您这价格我没法谈。客户从来都不属于公司，但是每个客户都是落实在你们销售手里的。老板从来都是听客户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老板是要听你们销售的。骆总来了，坐会儿。我想跟你谈谈。好，散会。林总，嗯，这小刘总厉害呀！他们公司的田总已经明确说不卖给我们芯片了，他倒是一竿子把价格报到您这儿来了。饿着肚子的人没这么多讲究，我们有需求，他正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非常时期，别这么较真儿。你不是常说互惠互利吗？我是没从这里面看出来我们受什么惠得什么利了。你得看得长远一些。互联网行业不是一直这样吗？作为下游公司，对于上游公司的关系呢，永远是需要维护的。不是这小刘总，他什么时候成我们上游了？他什么都不是，他爹刘峰是。那也要有个底线吧？那总不能漫天要价吧？所以说，我才需要你去把握掌控啦。记住原则，3个字，赶紧签。进来。我跟刘宇凡谈购买芯片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嗯，我知道你想帮我，谢谢，但我自己能搞定。
搞定，价格这么高，你认为搞定了？别着急答应第一口报价。当然，我知道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总得有人唱白脸，有人唱红脸吧？周总，我说了，我自己能搞定的。我真不想哪哪都是你的味道。好，我明白了。我不会再接触刘一凡了。周总，供应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1秒1个变，1天变8回的。而且你别忘了，郭涵这一单洛家是怎么对付我们的？做销售的最怕的就是这种局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有你的法斯特，有你的大篷车，有你的云计算，你有这么多了，你还不满足吗？是不是？是不是杰克的每个项目上都要刻上你的名字，你才满意？方总，我跟你纠正一下，大篷车不是我的，法斯特更不是我的，云计算不会是任何人的。你跟我手上的项目都是杰克的。我们做销售的，心智比能力更重要。魏总就倒在了这上面。技术部的人说，你一直用空格键来代替 Tab 键，看来是真的呀。销售部的人说你用这种矫情点来划分别人到底记不记得，看来也不假。哎呀，都田总了，还坚持自己写代码，不容易。你这回来是代表自己还是杰克？代表自己，咱们可以叙叙旧聊两句；代表杰克，门在那边。我谁都不代表，我就是想问问芯片的事儿，真的，我个人问，跟杰克没关系。你没关系，我有关系啊！我大学刚毕业就进杰克了，我在杰克技术部待了15年，我看了多少人来人往。是，我们技术留不住人才，像你这样的牛人早就转行去做销售了。我是怂人。我想改任何一行，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没这么想过。既然你在杰科待了这么多年，我相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别跟我扯这个，在你们杰科有苦劳这一说吗？我老婆孩子都有了，你们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你们的规矩是什么？没有功劳人就该滚蛋。对不起，我突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其实你什么都知道。陈明凯因循守旧，目光短浅，占着茅坑不拉屎。你们杰克有今天半死不活的样，全是因为他。行了，我听不下去了，田总。杰克对不起你，我无法代表公司向你道歉，但陈明凯是我师傅，你不应该当着我的面说我师傅。再见。周瑞，周瑞，我现在告诉你，杰克当时突发火警铃那件事是我办的。我也知道陈明凯和你说不深究。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就不去追究了吧？您觉得呢？
其实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真的。你说的对，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听我吐苦水、倒垃圾，我现在说出来，我心里也舒坦了。走。你问吧，除了价格，芯片的事我全告诉你。价格的事儿，我跟刘宇凡谈。我想问问你的是芯片的生产源、品牌、渠道、基本参数。我手里可没有新的芯片，都是从服务器上拆的。拆的 ？CPU 里面的芯片吗？那你这儿还有多少？拆好的800片左右，没拆的还有，估计不到2000。谢谢。等什么时候你把那坏毛病改了，可以到法斯特来找我，说不定我们可以干把大的。我还真不想干什么大的。奶奶，哎，好了，来，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一会儿。奶奶，哎，配上您这个银色的头发，太漂亮了，以后我也要染一个，太时髦了。你看，我就说吧，你就跟驴肝肺一样，拿我开涮。谁让你开涮了？真好看。好看吗？奶奶，你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又是梳头发，又是画眉毛画嘴的，你想干嘛呀？来，别动。好的，很好。你给我们看看。哎，好。好像还行啊。来，我们再来几张。奶奶，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拍照片啊？一个人照多没意思啊，显得多孤单呐。你看这张照片，2个人，你看了以后啊，就会觉得这2个人在一起啊，一定有故事。奶奶，你早说呀！早说我带您出去拍各式各样的。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不想跟景拍，我就想跟人拍。行，来。其实吧，我最想的是和驴肝肺咱们3个拍一张。好，不错。刘董，哎，坐。周日弄的那个陵园案，就是他们3家吧？是的，没错。你们搞《三国演义》啊？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合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您答应做郭永云，我现在就同意。只要把惠康也收了，做什么云我都同意。我再次重申一下，请大家来的目的。我们 ONT 做私有云，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产业链的数据安全。刘董，云的本质就是万物互联。如果只做私有云，那跟以前各家买各自的服务器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ONT 旗下确实10多个领域的产业链是大，但是比起市场来说，它还是小的。
市场的基础是用户啊。云计算的市场只占整个互联网用户的10%，是目前只占10%。那你拿什么跟我说市场？时间。周瑞，你说的时间是要用钱堆的，咱们法斯特现在……刘董，您不是说要看未来吗？他们就是未来啊！你们三方啊，捋清楚再来找我。但是 ONT 必须做私有云。刘总，林总，你站住！你搅和什么呀？残羹剩饭都是我吃的，那腱子肉都长在你身上，不合适吧？告诉你啊，我想成事不容易，但我想坏事太简单了。哦，对了，周蕊，我今天正式告诉你，曹天佑是我小舅子，我是他姐夫，法斯特。我也是股东。刘董，你只要再提惠康2字，我转身就走。那我要跟您说说小刘总的事儿，您还走吗？我可多次警告过你，离我儿子远点儿，充耳不闻是吧？我还真是不得不提惠康2个字。小刘总投资的芯片公司的业务，都是惠康在推广的。那就容我试着让你和惠康一起消失吧。您放心，只要您把我收了，您还真就见不着我了。我跟你说过。大篷车会赚钱的，你赚个毛啊！免费，免费，全是免费。我怕我等不到看到回头钱的时候，我就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我一直看错了你，我本以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些人看着楼起，看着楼塌，原来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你相信一夜暴富，但是不可能，这需要时间。1夜也好。10夜也好，你总得先让我富吧。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奶奶，你放了学就出去野去，我看你肚子不饿，你是不会回家的。我是周打死你，打死你，周志迪！我打死你，打死你，周志迪！当当当当哒滴哒哒滴当，当当当哒滴滴滴哒哒来滴哒当，当当当当滴滴，起来啦！当当当哒哒滴。奶奶，哒哒哒。别弄了。叫我奶奶，我女神好不好？哈哈哈哈，女神。
嗯，胳膊怎么了？没事啊。我看看。哎，哎，你过来。啊？让我看看。没事啊。过来呀，过来。你把袖子卷起来，让我看看。真的没事儿，奶奶。哎，让我看看。哎呦！我的驴肝肺，这谁打的？没有，我不小心撞的。这哪是撞的呀？这明明是鸡毛掸子捋的嘛！奶奶，这什么年代啊？还有鸡毛掸子啊？我跟几个同事一起玩，不小心弄的。哪个同事啊？是不是暖房的那几个？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们。奶奶，你孙子都多大年纪了？你帮我去说理啊？从小你被人欺负了，哪回不是奶奶带着你去评的理啊？你说啊，那要不我去医院看看？你陪我去行吗？好不好？方总，多长时间不见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是让你们先去吃起来的吗？有个事儿想单独跟你说。嗯。你把我开了呗？怎么了？我家破产了。我需要钱，现钱。破产了就是没钱了是吧？不光是没钱，还欠别人一堆钱。那你跟毕瑶瑶说过了吗？我没跟她说。你也别跟她说。行。我手里的权限顶多就是N+6，没几个钱。你可想好了？我想好了。我知道，走了想再回来，不可能了。但是，那我先进去了。好。方总，以前我瞧不起你，但真遇到事儿，我比你差远了。来来来，各位，回来回来，让美女教教我们这个高科技怎么用。哎，小妹，左侧来了。哎，快过来看看。试了半天了，跟他们说不明白。想看数据分析啊，你们就点这里，按提示点就可以了。这个不会点，点坏了。你看，我就说大胆点，坏不了。这个东西比牛听话。跳这么快。你们先看着啊。是，好好好，你忙。哦，谢谢啊。之前就跟你说不要点这个东西。你是故意不接我电话吧？是，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说。说吧。来的时候脑子里都想好了，现在一看见你就开不了口。这世界上啊，有3种话特别难开口。一是借钱，二是说我爱你，再就是分手。咱俩之间只有第3种。没想到你替我把这个话给说出来了。
那我还就想问问为什么？我觉得吧，把感情这事儿定一个期限，特别蠢，耽误你也耽误我。除非咱俩没约定，说1个月就得1个月。我不想再追你了，我累了。我不想了，瑶瑶，你换个人爱吧。崔乐，你不爱了就说你不爱了，以后我爱谁我不爱谁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行啊，你就是个混蛋。你现在才知道啊？哎，妈，现在可咋整？那个我这边事儿忙完了，现在就回去。你慢点啊！别哭了。奶奶，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生病了的？我来北京之前就知道了呀。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哼，你不是也有好多事情不告诉我吗？奶奶，我们再找找专家，儿子海默症啊，患病周期长，您肯定没事儿。专家又能怎么样啊？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你要学会面对。哦，那好，我们面对。那医生说了，咱们要住院。住院。好，听你的。我给洛家打个电话。不，少一个人知道，就少让一个人担心。这方案已经这么全了，这资料咱们俩再对一下。看一下。是啊。你觉得有把握？要我说，还是得在这价格上再做文章。你看看，这方案已经很小，不是？你可以再算算。我们可以考虑降价，但是竞争对手也可以。我们能做出漂亮的方案，竞争对手也能做。
我觉得拿下任何一个标，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东西是我们才有的，而竞争对手不可能有的。咱们有北陆家啊。或者相反。啊，那大家伙就说说，什么是我们没有的？云计算。云计算。那我先说，云计算这3个字确实很好听，不过也就是好听而已。云计算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几页纸就能说明白的。除非客户纯粹想卖个概念，扯虎皮，做大气。那什么又是我们独有的呢？对客户核心需求的独到分析。接着说。客户如果是企业，核心诉求是利润。政府是吗？这才是这个案子和其他案子最大的不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以盈利为核心诉求的客户，那么降价也好，方案可视化也好，好像都没有打到点子上。我觉得王一楠这个切入点很好，不是过于激进，也不是过于保守，平衡才是最重要的。太对了，云计算方案一定是过于激进，而全面布点确实过于保守。不止于此，你像崔国瑞这样的大领导，他除了考虑成本控制和方案实施之外，他一定会权衡利弊。像我们企业考虑的是利，像是这些政府领导考虑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业。我问个问题啊，有关政府项目的这种独特特质，别的公司考虑不到吗？这个问题你刚刚自己已经回答了。怎么说来着？啊，对，我们有对客户需求的独到分析，是不是？是的。林总。好。我最后说几句啊。政府呢，这次为了升级智慧水务系统，特地请3科集团负责这次招标的统筹规划和实施。这个集团的管理呢，相对扁平化。这次招标小组直接由总裁崔国瑞牵头，采购部主管涂峰，技术部主管肖小阳配合分管。北海道，你们市场部必须要给销售部一个面对竞争对手有压倒性优势的价格空间。好，好，就到这儿吧，散会。好，走。北海道，咱们接下来辛苦了啊！是啊。既然大家都不喜欢去会议室开会，那我们就在茶水间碰一下吧。关于3科这个项目，大家挨个说一说吧。我说，昨天不是让大家都提前做好准备的吗？哎，好了好了，这样啊，我先说2句吧。3科这个项目技术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个重点。不过呢，我按照周总之前教过我们的动物分析法，所以呢，大家觉得销售是什么？就是卖东西啊。我跟周总不一样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销售本身就是一门技术。
你们会说，技术是3科的关键，所以我才更想知道，售前、技术，你们的想法。以前都是周总告诉我们客户需求要啥子，我们才会做出方案。他会让我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做出几种模板来，有4页纸的，有9页纸的，让我们见客户的时候拿来参考着用。哎，冯总，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次3科的客户需求是啥子？我再说一遍，我跟周总不一样，所以客户需求是需要你们听我分析出来的，然后再做整体的评估方案。这个分析方案可以做成精细的，也可以做成粗略的，你要哪一种啊？还没有跟客户建立起甲乙双方关系之前，方案就是筹码，就是敲门砖，精的也好，粗的也好。以前周总在的时候，50几页我也是见到过的。好嘛，那既然现在周总不在了，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一份了。要是这个生意谈不成，我来我们就行啊。哎，我叫陪过下，不叫背过下哈。方总。